再继续这样锻炼，你的血管就废了。提醒：上了年纪，这3种不可取。张大爷退休之后闲来无事，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，总是在公园里和一帮老伙伴遛弯、下象棋。最近张大爷迷上了快步走，他听说快步走有助于身体健康。每天早晨起床后，张大爷就会来到公园，围着公园开始快步走，有时胜负欲很强，还会超过身边的老伙伴。张大爷不仅是在清晨到公园快步走，晚上吃完饭后也会来到公园里快步走，因为他相信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而且饭后走路也可以有助于消化。有一天早晨，张大爷在公园里快步走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头昏脑胀，两眼发黑，多亏旁边的人扶了一下，不然张大爷就直接倒地了。张大爷被家人送到了医院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得知张大爷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，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前兆，得亏送到医院及时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张大爷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，他很疑惑地询问医生：我每天都有积极的锻炼，每天快步走，怎么还能出现心脑血管病呢？多走路不是对健康有益吗？医生听了张大爷的话，直接训斥道：你要是再继续这样锻炼，血管就废了。张大爷以为的快步走对身体健康有益，没想到却成了危害身体健康的罪魁祸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病症？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内的各个机能都会出现衰弱的现象，身体内的动脉会变硬变窄，从而使血液流动的相对较困难，同时动脉壁也会增厚，弹性变差，使血管出现阻塞的现象。正是基于这些原因，导致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病症的几率会更高。不仅如此，老年人的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也相对较高，这也是增加心脑血管病症的诱因。心脑血管病症虽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病症，但是老年人的发病率相对较高。一些老年人本身患有基础疾病，如糖尿病，在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下，会诱发血压升高，从而使心脑血管出现问题。一些老年人还不喜欢运动，每天窝在家里，不呼吸新鲜空气，身体得不到锻炼，新陈代谢就会慢，自然也会诱发心脑血管病症。所以老年人应该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适当的进行运动。但是老年人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运动，比如快步走是属于运动量较大的有氧运动。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，快步走的过程中就会导致血压骤升，心率过快，从而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发生。所以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所选择，避免伤害心血管的运动。那么哪些运动会对心血管造成伤害呢？2. 上了年纪的人，3种运动要远离。攀爬运动。攀爬运动并不是指攀岩运动，老年人年纪大了必然不适合攀岩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运动。所谓的攀爬运动是指爬楼梯或者爬山。有些老年人不喜欢和年轻人住在一起，依然会住在老楼房，老楼房大部分都是步梯，他们就不得不每天爬楼梯。一些老年人认为爬楼梯有助于身体健康，毕竟在爬楼的过程中也相当于在锻炼，但是这种爬楼的运动方式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伤。爬楼的过程会使老年人的膝关节承受较大的压力，而且对于年纪大一些的老人，爬楼会非常的吃力，会让整个人呼吸困难，这样也会导致心血管出现问题。攀爬的运动不单单是爬楼，还有爬山。很多老年人喜欢爬山，一方面觉得爬山可以让身体得到更好的锻炼，另一方面是爬山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风光。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言，爬山和爬楼一样，都会对膝盖造成损伤，而且属于相对较剧烈的运动方式，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导致血管壁承受的压力过大，从而危害健康。2. 打羽毛球。打羽毛球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，很多上岁数的人也喜欢打羽毛球。他们觉得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，抬头寻找球并进行挥拍，可以有效的治疗颈椎，也可以让肩周得到相应的锻炼。但是打羽毛球并不适合上年纪的人，甚至对于上年纪的人来说，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。因为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，如果用力不当，很容易出现跟腱断裂或者是手腕扭伤，
这对于老人而言无疑是非常大的伤害。老年人本身骨骼相对较脆弱，一旦扭伤，想要恢复就非常的难。另外，打羽毛球的突然性很强，对身体协调性的要求也很强。上了年纪的人反应相对较慢，在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手脚不协调，也会非常的着急，想要打到球。老人一旦在着急的时候，就容易出现血压升高，从而就会诱发心血管病症。还有一点，打羽毛球也属于剧烈的运动，在不停的移动中，也会使老人出现呼吸急促、心跳加速的情况，这些对于心血管都会造成损伤。3. 腿部摩擦运动。现在的公园中都会有许多运动器材，单杠、双杠是非常常见的运动器材。很多老年人会把一条腿放在单杠上，另一条腿站在地面上，然后来回的拉动放在杠子上的腿，反复的做摩擦的运动，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健康，也会让双腿变得更灵活。这种在单双杠上来会反复摩擦腿的运动，并不适合所有的老年人。对于身体本身较虚弱、抵抗力较差且肌肉较少的老年人，如果长期做这样的运动，很容易造成腿部的静脉损伤。不仅如此，本身患有血管粥样硬化的老人，如果经常在杠子上反复的摩擦腿部，很容易使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，从而诱发心血管病症，对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。上述说的这3种运动在生活中都非常的常见，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运动方式。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，一定要慎重选择，否则会对心血管造成伤害。当然，在运动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避免长时间运动，过度的疲劳也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，诱发心血管疾病。也不要空腹运动，空腹运动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，增加心脑血管发病的几率。老年人的运动很讲究，为了有效的保护心血管，哪些运动适合老年人呢？3. 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有哪些？太极。不难发现，在公园中有很多老年人站在一排打太极。太极对于老人而言是非常有益的运动。太极中的一些简单动作可以增加关节的活动度，也不会使肌肉受损。在练太极的过程中，肌肉收缩可以直接作用于骨骼，从而刺激骨组织，避免出现缺钙的情况。而且太极相对较缓慢，也能够有效的保护心血管。走步。走步也非常适合老年人，但是要注意，并不是快走。快走属于相对剧烈的运动，不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。走步是指慢走，以及走的时间不要过长。慢走不会消耗太多的能量，也不会让老人感到疲惫感，更不会对膝关节造成损伤。慢走可以让身心得到放松，也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有效保护心脑血管。总而言之，一些相对缓慢的运动对于老人来说都比较适合，不会过于剧烈，不会导致血压升高，也不会导致心跳加速，就不会诱发对心脑血管的伤害。老年人运动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并循序渐进，不要以错误的认知认为积极的运动就对身体健康有益。而且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的工作，运动之后也要做好放松的工作。同时还要注意在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减少户外运动，以避免影响肺部以及呼吸系统。在运动之后，由于身体大量的出汗，要及时的补充水分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也不会因为身体缺水而影响身体健康。总结，很多老人认为积极的运动对身体健康有益，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殊不知错误的运动反而会造成血管的堵塞，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比如很多老年人喜欢快步走，慢走是可以的，但快走也是属于剧烈的运动，会让老人出现心跳加速、血压飙升的情况，对心脑血管会造成损伤。不仅是快步走、攀爬运动、打羽毛球以及在单杠上摩擦腿部，这些运动都是老年人常做的运动，看似对身体健康有益，但是对于本身有心血管病症的老人来说并不适合。这些运动都会使老年人相对疲惫，会使血压升高，使血管壁承受较大的压力，引发血管的损伤，从而增加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。所以老年人在运动的时候，最好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，比如打太极拳或者是慢走，这些运动都可以帮助老人更好的调整呼吸，促进新陈代谢。
不过于剧烈的运动就不会使血管壁承受较大的压力，从而也能间接的保护心血管。总而言之，老年人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身体健康，也能够通过运动来提升生活质量。